Hello Hello，欢迎回到3分钟热度塔罗频道，我是佐助，欢迎大家。我是晶晶，大家好呀。大家好，那么今天回到我们熟悉的赛道，一个自我探索项的话题，然后我们要录的题目叫做母亲带给我的课题。然后这边的母亲也不一定非得是那个生物性的母亲，就是你觉得这个人对你来说是母亲就可以，有没有血缘关系都无所谓。然后这边已经画出了3组，分别是第一组、第二组和第3组。那我们默念这个问题，选择你最有感应的一组，后边见吧。Hello Hello，欢迎第一组的小伙伴，你们选到的参照牌卡是这一张，然后这边已经帮你们抽好了3张塔罗牌，分别是圣杯9的正位、命运之轮的正位，还有张星币女皇的正位。那我先来讲一下我的想法吧，因为刚刚我和晶晶老师还感慨，我说，出现了一张命运之轮，那有一种就是命运本身就是你的课题。那再讲的通俗一点，就是可能母亲把你带到这个世上来，就是你来活这么一遭，本身就是你的一个课题。对，就是你要来体验，这一辈子发生的一切。然后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基底，那我们再看一些细节。首先这边有一个圣杯9和一个星币女皇，我觉得它有一个很有趣的能量流，就是如果我们想象一下这个命运之轮是转动的，那其实它的能量是从圣杯9然后转到了星币女皇。它其实有一个很明显的成长路线，是圣杯9它其实是一个蛮活在自己精神世界的这样一个人，他比较满意于自己的现状。往好处讲的话是比较安于现状，但是因为他过于安于现状，他可能有点忽视了对外界的连接。他比如说举一个小例子，我平时可能我听个音乐看个电影自娱自乐我就挺开心的了，我觉得一辈子这样活已经挺满足的了。但是我觉得你的母亲带给你的课题是，你不能只停留在这个阶段，你要通过一些命运的洗礼，然后来到成长为一个星币女皇。那星币女皇是一个怎样的人呢？她是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务实踏实的人，其次她不只是享受于精神世界，她也能够从物质方面滋养自己，甚至是滋养更多人，因为她是个女皇嘛，女皇本身她就有一种就是照顾更多人的这样一个角色。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清晰的成长路径，就是你当然可以就是享受你自己的人生，但是你的母亲的出现其实是迫使你去同时也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去不只照顾自己，也要照顾更多就是属于你的责任。那我能想到的，比如说一些比如说职场上好了啊，你本身就是一个独立作战的人，但可能经过一些挑战之后，你会发现说，其实有一点像那个能力越大，责任越大的感觉，你有的时候需要你去 carry 全场。然后以及星币女皇，我刚刚也讲过，这有一个元素的一个转化，从水转化为土，其实也是让你整个人变得更加的踏实务实，然后以及更接地气。因为圣杯9它其实这种水的元素还是更沉浸于比如说一些情感层面，或者是说我只停留于我有很好的想法。但是到了星币女皇这里，是你可以把你的情绪落地，比如说你能够接住别人的情绪，或者是我刚刚讲到那些灵感想法，你可能就自娱自乐想一想就挺开心的，沉浸在自己的幻想里。但是变成星币女皇之后，那你会变成一个真的能把这个 idea 做成一个网站，或者说做成一个利人利己的一个工具，这个样子，就是你能把一些浮在空中的东西转化成一个能够落地能够惠及众生的东西。我会有这样一个很明显的成长路径的可能性。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你母亲带给你的一个很大的课题的影响，就是不只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更多的去和外界有一个链接，然后以及在这个整个这个外界里，你也能够找到一个自己的位置，而且你的这个位置还蛮重要的，很多人其实都是要依靠你的。那这边就是我看到的一个解法，我们听听晶晶老师的想法吧。好的，我觉得刚刚佐助老师提到一点，就是那个能量流的转换，其实蛮有意思的。其实我的切入点，因为我其实有2个想法，其中一个切入点是跟这个能量流的转换是相关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她星币女皇，她是个女皇，然后呢，星币9，她又是一个，因为星币9其实我们虽然感情里面有时候会说是小海王嘛，但是星币9其实本身它也是一个很有怎么说，
很丰盛的有点小领主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其实我觉得你的母亲带给你的有一个大的课题，再加上中间是一张命运之轮，命运之轮预示着演变，预示着变化，预示着转换。我觉得有个课题是你和你的母亲的角色的转换，就是小时候你的母亲，你会感觉你的母亲一直在照顾你，就像星币女皇给星币九很好的物质的就是生活，然后比较丰盛的生活但是呢，其实在她照顾你的过程里，你也在照顾星币女皇，就是这个圣杯九，它也在承接着星币女皇的，我觉得更多是情绪，因为星币女皇这边给的是物质的照顾。对，就是中间的这个命运之轮，我真的觉得非常非常的妙，它是讲的一直以来的一个角色，或者是说对，就是角色的转换。然后长大了之后呢，其实我觉得可能到现在而言，你们中间的课题是一直在变化的。就小时候小朋友其实不应该去照顾星币女皇的但是长大了之后，这个模式就一直在你的生命里存在着。当你就越来越丰盛的时候，有可能比如说现在你已经是这个星币女皇了，你依然要去承担着就是比如说咱们传统意义上的照顾你年迈的母亲，那你去物质上更多去照顾你年迈的母亲。但是呢，其实你做星币女皇的过程中，我觉得有可能你的母亲也在承担着一些你的情绪，就是我觉得这是一种角色的转换。当然如果我们纯从课题的方向去讲的话，那有可能你长大了之后，你的母亲，当然我们会说母亲依然是母亲，母亲也会一直这么说，你永远是我的小孩，但是你依然在情绪上去承接了他的一些情绪，就是你去承接了这个工作，就是长大了之后，母亲小孩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依然在你们俩之间去流转。我觉得这是我看到的这3张牌一个比较大的，我觉得课题，就是从一个精神世界的角度，然后是人的角色的角度，小孩子不应该去承担大人的情感，但是呢，因为你拥有了这样的模式，你的母亲给了你这样的模式，所以你可能一直在这样的一个模式里面去怎么说打转，就像这个命运之轮一样。然后小一点的课题呢，我觉得是星币女皇这个带来的，它可能意识着你的母亲对你给予了你挺多的照顾照料，但是可能物质上会有，就是不是物质，就是生活上会有过多的管控，就是会因为星币女皇带来的控制感嘛，就是用物质这种东西去控制你的感觉还是挺强烈的。我觉得这个可能比如说你一方面接受他的照料，一方面你如果又想要自由的话，那这就是一个课题了。对，就是如何的自主如何的就是独立的成长。然后另外一个圣杯九，其实我看这张牌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其实它是跟匮乏感有关的，就是它的课题可能来自于怎么说因为圣杯九是一张挺舒服的牌嘛，但它如果出现在课题上了，我觉得要么就是说你的母亲带给你的，比如说这种控制感的课题所造成你可能就是会比如说沉迷于吃吃喝喝，甚至会有点是酗酒，就是精神压力太大带来的酗酒的倾向，这可能是一个非常现实的课题。那还有一个课题就是你可能不会，你的情绪就像一个无底洞一样，没有办法被满足，为什么呢？因为你一直在照顾别人的情绪，就是你的情绪其实是一直在输出，你觉得自己有非常饱满的情绪的能量在提供一些情绪价值，但是当你进入亲密关系的时候，你会不由自主的变成那个无底洞去索取情绪的人，因为你之前的情绪消耗，或者你没有获得一个健康的情绪的承接和付出的模式，要么就是一股脑的给出去，要么就是一点都不给，就是觉得我现在之前我给的太累了，我现在一点都不能给，我不想亏待自己，它就像无底洞一样，去在感情中会有一种不安全感或者是一种索取。对，这是我看到的2个比较小的课题吧。对，但是我觉得第一个那个能量的和角色的转换，是我觉得这组牌给我一个比较清晰的感觉。好呀，那我最后也补充一个小课题，因为如果就单张牌来看的话，这边有个命运之轮，我觉得你的母亲给你带来另一个小课题，可能也是你有一种
不断扩张的欲望吧。那所谓的扩张就是不断的学习也好，不断的向外旅游，甚至是出国，然后去见更大的世界也好，就是你的人生整个的姿态有点像射手座那种感觉，就是不断的去往外找寻，你可能会一直是向外去寻找一个意义。那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我能想到的例子，比如说因为母亲的世界太小了，然后可能给你造成影响，就是我要不要像她一样，我要去找寻自己更大的世界，或者是因为别的原因，总之是因为你的母亲，然后让你产生了一个没有办法满足的，要一直自我驱动的，一直要向外寻找意义的这样一个课题。对，那这是一个小小的补充。那我们第一组牌就解到这里，希望能够给大家一点启发。我们下个话题再见啦，拜拜。Hello， 欢迎第二组的小伙伴们，你们选到的参照牌卡是这一张，这个弹吉他的人。然后我要用它打一下这个恋人的马。对，你们抽到的塔罗牌里有一张恋人的正位，然后一张星币侍从的逆位，还有一张宝剑八的逆位。那我们先请晶晶老师讲一下他的想法吧。好的。我觉得我有一个很直观的感受，就是这组牌的母亲给大家带来的课题是，很难为什么或者为谁而停留，或者是说有一种 never settle down 的感觉。你要说这是好事吗？比如说如果你是一个热爱探索或者有非常多旺盛的好奇心，生命力要向外扩展和流淌的人，我觉得这是好事。但如果你说你不是这样的一个人，其实你是渴望安稳渴望稳定的话，那我觉得这就不是好事了。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其实我觉得这3张牌就像左珠老师他之前就是我们俩在讨论的时候，他会说他感觉很躁动。然后我觉得这就是这3张牌的一个特点。比如说宝剑八的逆位和星币侍从的逆位，我觉得这2张牌非常典型的。比如说我们说星币侍从，它可能不是一个很稳定的一个形象，然后特别是他还是个小孩子嘛，就是他都不是那种靠谱小孩，就可能就是耍耍哒哒的，然后走一走瞧一瞧的那种。然后宝剑八的逆位，其实我们之前会觉得宝剑八正位是一种被束缚的感觉，但是呢比如说你遇到一个人组建家庭，那它其实就是一种被束缚，就是婚姻或者是稳定关系，它其实就是某种意义上代表着一种束缚。那如果你想要这样的稳定关系或者稳定的生活状态，包括你说你在一个地方工作特别长久，工作特别稳定，那它都是一种束缚。那如果你想要这种稳定的话，那你就要接受这种束缚。但是我觉得前2张牌宝剑八逆位、星币侍从的逆位，它都指向了不稳定，不靠谱。我不是说你不靠谱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做事情可能没有那么持续性吧，就是对一个东西没有那么长久的去想把这个事情长远的做下去，总是想我是不是还有别的机会再去看看。那我觉得一个背景，或者是说能够造成这样行为的背景，其实就在这张恋人牌上。恋人牌其实它讲的更多的是选择，就是去沟通。你总在面临2选1的情况，这个2选1其实并不只是说感情，它更多的指向是你生活的一种状态。当你在一个地方好不容易待着，或者你在一段感情里面好不容易待着的时候，你这个时候蠢蠢欲动的心思，就宝剑八刚把捆上，星币侍从我们刚共同建立一点什么稳定的基础的时候，你的心思就会说，那还有没有更好的选择呢？那还有没有更好玩的事情呢？那还有没有比这里更适合我的地方呢？然后你的恋人牌的这个心情就开始蠢蠢欲动了，然后你就会想说，我得去看看，我做不出来选择，所以那你就可能会离开这个地方。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就是母亲带给你的一个课题。那有可能是比如说你看到母亲也是一个这样的人，这样的形象，或者是说他从小给你的就是教育，或者是说你们的沟通中带给你了这样过宽广的，比如说过宽广的自由度因为我觉得恋人牌这样还是它意味着某种自由，包括宝剑八的逆位，你想要的就是这种渴望的就是这种自由嘛。那它给了你过宽广的自由度，你也习惯了，可能你就不习惯进入一个稳定的状态，进入一种稳定的生活，那这可能就是它带给你的课题。对，这就是我对这3张牌的一个想法。
好呀，我觉得刚刚晶晶老师提到那个双子座的能量还挺明显的，我会觉得咱们这组牌的朋友，就一直都像一个小孩儿这种感觉，就不管你哪怕以后长到多少岁，你一直都会像一个小孩儿。我觉得像个小孩儿，他好的一点是说，你可能一直是有对什么事情都有一种新鲜感。那也正是因为你是靠这种新鲜感驱动的，所以也很容易对一件事情没有太长期的投入感吧，对，就容易对每个事情都快速的上头又快速的下头，所以这其实是一个课题来着，就是你可能需要做的是如何去踏踏实实持久的去干一件事，而不是说一瞬间开启100个项目，但是每个项目只做3分钟这个样子，这是第一个课题。然后第二个课题是说关于这个目标感，我觉得咱们这组牌的朋友可能缺乏一点目标感，就是有的人可能把一些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当成一个目标，我们不评论哪个目标是好的是坏的，但是一个人有的时候确实是需要设定一点目标来驱动自我的。那么咱们这组牌的朋友可能是很容易感到迷茫，就是我不知道此刻我到底要做什么，到底要往哪里走，然后就会觉得很迷茫。但有的时候这种迷茫可能也不是说这个大环境有多差给你带成了压力，更多的是你自己向内的没有处理好跟自己的关系，所以你就导致说我不是很了解自己到底想要什么，也就导致找不到一个目标。所以我觉得这是目前带来的第二个课题，就是你可能缺乏一点就是长期的有效的踏实的一个目标去驱动自我去实现。然后再讲这个宝剑八这张牌，宝剑八这张牌刚刚晶晶老师也有简单提到嘛，它其实是有一点就是这个人物他其实想走是能走的嘛，但是他好像走不动的样子。我觉得有的时候咱们这组牌的朋友可能其实想蛮多的，因为双子座确实是一个脑子很聪明，不是说咱们这组牌的朋友一定是双子座，我就是说这种能量举个例子，就是双子座的能量确实是反应很快，然后脑子里有很多想法，那可能恰恰就是因为脑子里有太多的想法，导致你落到行动上就会有点拖延，或者是说干脆就不行动了，因为觉得要处理脑子里这么多的想法就已经很疲惫了。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点，就是我甚至是觉得这可能是一种基因上的影响，就是可能你妈妈也是一个很聪明的人，然后遗传到你这里，你的脑子也是很活跃的人，那你的活跃可能就是有的时候有点过于分散了，太多东西，然后同时在脑子里打转，然后就给你造成了其实一种消耗吧，导致你落地到行动比较踏实的，就是把它落地成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的时候，这一步就卡住了。我觉得咱们这组牌的朋友觉知力还是蛮强的，只是说从觉知到行动这个过程可能缺乏一点定力，或者是缺乏一点驱动力去真正去做。然后我再来讲一下这个恋人牌。恋人牌确实像晶晶老师讲的，它虽然叫恋人牌，它的主题不一定是亲密关系，但我觉得也可以提一嘴关于关系里的一个影响。我会觉得咱们这组牌的朋友，我刚刚也讲到嘛，就是会有一点对事情上头很容易，下头也很快。那可能对应到亲密关系里来讲的话，就是你可能会一直有一些摇摆，就是这个人其实也还不错，或者这个关系也还不错，但你有的时候就会想啊，这个人真的是对的人吗？然后是不是还有更好的选择呢？或者是说你看到这个人好的一点和不太好的一面的时候，你会很容易就进入一个动摇的状态。所以这个其实可能也是一个需要攻克的课题，有点像晶晶老师前面讲到的，就是要怎么样让自己不管是在关系里还是在工作里，或者是在你的人生里找到一个锚点吧，就是我能够发力的点，我能够安定的点。它不一定是一个真正的一个物理上意义上的关系，可能也是对某一个人的依赖，或者是说对一个你有一个自己的清晰的人生的意义，然后你才有这样一个发力点去真正的去踏踏实实的做一些事情。对，所以这也是一个课题，因为我觉得咱们这组牌的话，就像这张指示牌卡一样，它是一个人在弹吉他嘛，我觉得其实你自娱自乐的话完全没有问题的，就是你可以当一个很快乐的小孩，但就只是说你愿不愿意一辈子都只是当一个自娱自乐的快乐的小孩，是不是你的人生里还有其他一些可以去探索的领域和方向？那这个就是我这边的一些想法了。
那我们第2组牌就解到这里吧，希望对你们有一定的启发。然后我们下个话题再见了，拜拜，拜拜。Hello，欢迎第3组的小伙伴们，你们选到的参照牌卡是这一张，然后这边帮你们选好了3张塔罗牌，分别是月亮的逆位、星币 Ace 的逆位，还有一张魔术师的正位。那2张大牌，我先讲一下我的想法吧。就是这3张牌给我的一个感觉是，咱们这组牌的朋友其实是一个精神世界很丰富的人，甚至是有点过于丰富，给你带来困扰了。那我可能如果讲的稍微玄学一点，就是你可能会经常做梦，或者是说你可能甚至就是有一种说法是，有的时候你梦到的东西会真的发生在现实空间里，或者是说有一点什么预知啊、直觉很准啊之类这种的。我觉得这些如果你处理得好的话，它可以成为一种天赋。比如说欢迎你来当我们的同行，你去搞一搞玄学研究，能释放你精神上的那些很丰富的潜意识之海。那如果它一直堵在你的脑子里的话，它其实会对你造成一点负担。就比如说成为一个高敏型的人，可能你会对身边周遭的一些发生的细微之处，你能快速的感应到，然后这个东西也是真的能够给你造成困扰的。因为有的人活得很快乐是因为他的钝感力很强嘛。那我觉得高敏感这个东西对你来说，它可以是天赋，也可以是困扰。那既然我们的问题是母亲带给你的课题，我觉得它可能现在是对你的困扰比较多。那我这边真的有一个小建议，就是去找一些通道去释放这个东西。因为我会觉得咱们这组牌的朋友确实是，比如说直觉很准，然后或者是说真的很聪明，会有很多想法。那你要不搞创造，要不搞玄学，或者是找一些别的通道去释放它一下。然后这边这是一个大的我的一个感受。然后这边有一个星币 Ace 的逆位，这张牌也蛮有意思的，我想讲一讲。我会觉得咱们这组牌其实是有一点就是不是很落地。我觉得也和你的那个精神世界很丰富有异曲同工之妙，就是正因为你的精神世界太丰富了，你可能花大量的时间去处理在精神层面上面的东西，那可能落地到现实生活里，可能你的比如说我说的直白一点，比如说你的理财能力，或者是比如说你做事情的那种给人一个承诺感，或者说做事情有一个很好的推进这个样子，可能这方面是稍微有点欠缺的。那我也能够理解，因为你大量的精力都放在你的就是处理你的精神世界的这些带来的困扰上嘛，所以导致这一点。然后以及还有一个想法就是关于这个星币 Ace 的逆位，可能你可能没有办法就是有一个很好的给人承诺的这样一个怎么说呢，就比如说一段关系，你可能没有办法就是说好，那今天我们就达成契约，我们是伴侣了，然后以后我们要做到什么什么什么。我觉得甚至你有点害怕做这件事情的就是害怕给人承诺所以这可能也是一个带来的课题。然后再讲一下魔术师这张牌。魔术师这张牌呢，我觉得是它代表是一个水星的能量嘛，所以我觉得沟通这件事情对你来说可能是一个课题。那所谓的课题就是比如说其实你脑子里有很多想法，但是你可能没有很好的去表达出来，或者是有的时候你的表达只是为了表达，甚至是有点表演的成分在，你说的话并不是你真正的想要表达的东西。就比如说有点像白人文化里的那种是这个样子真有意思，就是这种你在表演对另一个人对你们的对话有兴趣，但其实你可能没有真的有兴趣。但其实你肚子里有很多东西嘛，就像我刚刚讲的，你精神世界是很丰富的嘛，但你好像不会跟人轻易的表达你的真实的想法。那我觉得真正的课题是到底怎么样的沟通对你来说是真正的沟通。有的沟通它当然就是维持一个社交水平就可以了，比如说 small talk 这种的，但是我觉得你也可以尝试去做一些真正的有效的链接，就是说出一些内心真正感兴趣的话题，然后去跟人有一个很好的链接。但你可能暂时还不想这样做，所以就是有点表演成分在，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你的课题，或者是说你有点看人脸色的这种感觉，然后你很好的就是把握别人的脸色，然后能够很好的掌握这个话题的游走的程度。就你可能觉得这个人就是一个想要听别人恭维的人，那你可能就说一些恭维的话。我觉得这个就是表演久了之后，你可能会戴上一个面具，
那这个面具和你真实的自己又有一些距离，那你如何要处理这个东西？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对你而言。这边大概就是我的一点想法吧。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说，你肚子里和你脑子里真的其实是有很多的才识也好，有很多的想法也好。你需要做的是，我这边的建议是找一个通道去有效的释放它。那这边就是我的想法了，听听金英老师的想法吧。好的，我觉得佐助老师的想法讲得非常非常的完整啊，就是我其实没有太多别的补充，我觉得我可能一个大的感受就是你母亲带给你的课题就是，精神世界太过丰富导致的对现实世界的不太关注，这个不太关注不仅仅是说，比如说。我觉得比较明显的一点是不太关注物质情况吧，就是你的财务水平、物质水平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它是否健康，或者是说，可能会有花钱大手大脚的一个问题，然后可能不太有意识存钱，特别是我又看到新 BS 的逆位，又看到月亮牌，哇，月亮牌我加新 BS 的逆位，我感觉就有一种钱啊，咱们就哗啦啦的花呀这种感觉。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问题，然后呢，或者是说，因为月亮逆位加星币逆位，还有一种就是为了缓解自己的精神压力而过度的消费，就是好像只有通过消费才能够去解决自己的精神问题，但是也不知道别的精神问题或者别的方法是什么的这样的一种情况。我觉得一是所谓的不太关注现实，二呢也有一种就是不太关注，因为自己的精神世界太过丰富，然后想探索的、想链接的，甚至就像我们一样探索玄学的东西太过多，导致你可能对现实生活中的人情世故，包括一些人和人之间比较solid 的真实的链接。不太怎么说呢，无心或者是不太感兴趣，然后会导致有一点点就是断裂。但是呢，我又觉得，因为旁边有一张魔术师嘛，魔术师其实还是有一种哇沟通很厉害的感觉。所以刚刚佐助老师前面有提到说比如说像我们的同行，就是你通过你去转译你所精神世界得到的东西去跟大家沟通，或者就比如说更多。月亮加魔术师会有一种心理咨询师的感觉就或者是说 life coach 这种感受更多的是去做这种东西，的确是一个还蛮明显的方向，这是我的第二个感受吧。然后呢，的确刚刚佐助老师提到，因为魔术这张牌，那课题就是有一点读空气去关注一些就是氛围可能也会陷入这样的一个状况里面。然后这个状况也会让你很疲惫，我觉得新 BS 的逆位也会有这种感觉，就是把过多的精力消耗在了这种东西上，那就是其实也是一种非物质的、非现实的嘛然后那你可能你现实生活的一些，比如说地基或者是你要去获得的真正你应该去获得的目标，拿到的这个所谓的结果，你其实会有点忽视掉了，没有去拿到或者没有去获得这可能是第二点。然后别的，我看这组牌，我会有一种这组牌朋友如果从东玄来讲，是不是比如说八字里面印比较多，甚至偏印比较多，偏印比较重的人，就是思虑过重，然后但是对物质现实的东西关注不足。但是其实我觉得咱们讲财破印或者是什么，就是你的内心或者你的想法里面有想要获得一些功名利禄的成分，但是其实因为你印比较重比较清高嘛，那可能就是会有一点看上去不屑，或者是说看上去想说我这东西对我来说不重要，我重要的关注我的精神富足就可以了，但是你的内心其实又觉得他们是重要的。我觉得这个矛盾点，这个纠结的程度，可能也是你由你母亲给你带来的课题。对，我觉得如果这组牌的朋友知道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如果不想继续这样我觉得还是挺明显的去改变它，然后大胆的追求一些现实的结果，去拿一些你也想要，然后不会丢面子，就是你也想要这些物质的东西，去不是破坏你面子的东西。对，我觉得知道这样的一个观点，其实就会好一些吧。这是我这边看到的一个内容。
好呀，那第3组我这边也没有别的补充了，就希望我们的解读对你有一定的启发。那我们下个话题再见啦，拜拜。拜拜。